这是一座修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城楼。多少？Hello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to 重庆，欢迎来到重庆。重庆呢是中国的第4座直辖市，也是我2023年国内旅行的第一站。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重庆绝对的市中心，因为我身后啊就是解放碑。这座解放碑呢是重庆的象征，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座纪念抗战的纪念碑。很多主要的建筑啊都分布在这个周边，你看这旁边都是高楼啊。以前这座解放碑呢是最高楼，现在呢成了最低楼了。今天的第一期视频呢，主要给大家分享来重庆最值得做的10件事情。OK，let's go。从这里坐2江小渡呢到对面去，这个距离啊其实很短，所以整个开船的时间呢大概也就5分钟左右，但等的时间比较长。洪崖洞应该在那个方向，那解放碑在那边前面，这里都看不到了。这是船舱里面。这边呢是嘉陵江，然后那边呢是长江，两江在这个地方交汇。本来水应该看得出两江交汇的水啊，但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所以这个水色是看不出来的。哇，那船装了好多人啊！从这个地方看来只是还不错呢。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，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，还隐瞒的是种情。千厮门大桥也挺漂亮。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。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这个博物馆啊，总共分为4层，每一层呢，它都有1个到2个展厅吧。像第1层，它这有一个壮丽三峡，那第2层有远古巴渝，那第3层呢有一个汉代艺术、汉代雕塑艺术，然后到第4层呢，它有一些就是书画呀，还有一些就人文的收藏之类的。这里啊有它的镇馆之宝，叫乌阳雀，正好一边一对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然后这个啊还是真正的原件呢，不是复制品。这是原件修复了，然后放在这里展示的，这个很难得啊。这个地方呢是巴渝文化展厅，展示了从史前文明到现在的一些考古发现。这里呢是史前文明的那个史前人类的那个房子，啊，这个房子挺好的啊，新石器时代的那个复原图。这个是三峡的铺石，是在那个蓄水之前抢救型的把它切割下来的，好厉害啊，这么大一块。这当年三峡沿岸的纤夫。这里呢就是重庆最美的中山四路了，很多近代著名的历史建筑啊，也都分布在这里，比如说汇园，还有周公馆、代公馆等。
那像那边就是桂园了。这个桂园呢，就是双十协定的签署地。你看门口站了好多人呢，我也不进去了。然后周公馆呢在前面，这条道路还是挺漂亮的啊，环境特别好。这条道路两边呢，分布有很多民国风的建筑。所谓的民国风建筑啊，就是在民国时期的中西结合的一个建筑。它的建筑的特色呢，是以灰色的色调为主。你看一下我身后，这就是一个民国风的建筑了。民国风的建筑啊，最近几年非常的热门，经常成为很多地方的网红打卡地。请允许我尘埃落定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，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，白银满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可以看到曾家安的嘉陵江大桥。这个拍摄的角度还真不错啊！你看这里的建筑也特别的漂亮，尤其是对岸的那些建筑，看一下那些建筑是不是很漂亮？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。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啊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？为什么我用尽全身？这里呢就是周公馆了，门前立着周恩来的塑像。这是当时重庆谈判的时候，周恩来以自己的名义租下来的，给共产党的就是工作人员居住，然后和蒋委员长代表的国民政府进行谈判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通远门城楼了。从这个地方进入，然后走上去之后呢，一路下坡就可以逛山城步道了。这是一座修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城楼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，领事巷的街道入口在这里。然后这边是法国仁爱堂，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吊脚楼，这爱情小巷、山城爸爸茶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一路咚咚咚咚咚咚咚往下走。山城巷这条道路还挺有感觉的，全都是当年的老照片。这里是仁爱医院的地下遗址，从这边进去看一下。哇，哦，这个样子。请允许我尘埃落地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，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，白银满的失踪清晰。仁爱堂钟楼的遗址，是当年的钟楼。这里就是仁爱堂。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哇，是当年的重庆。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？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中医烟台条约续增专条。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商业化还是挺严重的。在这里。
我现在就在里兹巴轻轨站了，你看一下这里有多人，全都是来看轻轨穿墙的。那后面就是轨道，那里就已经有一列轻轨在这里面了，刚刚入站的。每个人都拿着手机，准备着拍那个轻轨穿墙。以前听那个刀郎的那首歌，停靠在8楼的阿鲁汽车。这个8楼啊，在新疆只是一个地名，但在这里啊，真的是在8楼。这几楼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7楼，7楼、8楼，哈哈。每个人都举着手机。太高，还可以。这里有一个刚出来，但是出来的是在里面那边出来，所以看的不是很清楚。但住在楼上的人看的比较清楚。我们要等这边的过来，是在伸手开吗？看到了吗？那里来了。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，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。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。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这人太多了，应该全都是被抖音带过来的。上咗樓啦，請佢上咗樓啦。这里就是黄觉亚老街的入口，从唐宋时期一直到现在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保存的相当的完整。别人说这里是条天街啊，你看这个地方真的是一条天街，因为它在山上的。这条老街啊不长，只有600米，人没有那么多，商业化也没有那么严重，而且逛得非常舒服。主要是这个街道两边的建筑啊，大多数都是真正的古建筑。你看，这些真的都是以前传统的建筑，不是后来修建的。看这个地面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地面真的就是以前的老的那种路了。而街道的格局也保存得很好，你看当地人特别的悠闲了，生活挺好的。这里三毛故居了，三毛小时候出生的地方。走到这门口就能闻到很浓的那种木材的味道。哎，这个是三毛啊，这里这个是三毛，这是他们老家以前的样子。这里就是道观的入口了。道观的门口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，哇，叶子都黄了，好漂亮啊！这上面呢是慈航殿，然后最上面呢是南天门。南天门呢就一个门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慈航殿呢，是供奉的是慈航真人。慈航真人呢就是观音菩萨。所以啊，佛教跟道教啊这两个宗教真的很暧昧。很多佛教的佛菩萨在那个道教里面呢，都有他属于道教里面的身份。
这个慈航殿呢是求姻缘的，求子的，就是宋慈观音嘛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财神，还有一个女主。这个就是慈航殿，慈航万灵。然后这里有个财神，这边是女主，我就不乱拍了。这里是南天门，从这南天门看这边的视野，你看，整个重庆都看到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三清殿呢是求事业的，就在下面，是我们刚刚进入道观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第一个殿。这里是三清殿了。好多人在这里求签呢。我发现来这个道观的年轻人啊，远远比老年人多。我想应该和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的压力比较大有关吧。估计年轻人的苦啊，只有这个道观或者寺院才清楚了。从这个地方先买票，从这里先买票，买完票就在这里乘坐。皇冠大菩提。到这个。记一个时启动。哦，这个扶梯好长啊，这是中国最长的扶梯。请允许我尘埃落地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。满身风雨，我从海上来，才隐居在这沙漠里。该隐瞒的始终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。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啊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？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，却换来半生回忆？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这里就是天安门大桥了。今天天气不好，所以来这里等亮灯的。哇，亮灯了！哦，正好等到了。今天天气不好啊，来这里等亮灯的人不是很多。就看到一个小女孩，然后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哎，放大！哇哦！怎么样？梦幻般的吊脚楼，这上面还有摆摊设点的呢。这里不错，这个视角好，拍摄的也更清晰，画面也更好，对吧？
这江里面呢还有很多游船呢。在这个天士门大桥上看这个洪崖洞啊，视角非常不错，但是就是这个栏杆太高了，像我个子比较矮的话，在这里拍摄的话不是很好拍，要个子高的人在这里拍摄的话，应该会非常不错。还有很多人在那下面拍摄，那下面的视野不是很好，还是在这个桥上拍比较好。解放碑步行街，它是以这个解放碑为中心的一片商圈，是重庆的最繁华的商圈。它的周边呢，包括民权路、周龙路，还有八一路等。其中八一路的好吃街啊，可以吃到几乎重庆所有的美食。现在这个时候啊，人已经非常多了。等到晚上的时候，人会更多。这边呢，全都是美食。然后这里呢，就是八一好吃街的入口。它是在室内，好多人呀！师傅的吗？师傅的吗？好。这个好像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小吃，我看好多攻略里面有推荐。黑芝麻汤圆好了哟，baby， 黑芝麻汤圆好喽。来你的红糖汤圆。好。黑芝麻汤圆好喽。是这样的。这个是汤圆，然后这个好像酒糟吧。酒糟。来重庆旅游啊，一定要做的事情呢，肯定不止这10件。这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，值得逛的地方非常多。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来重庆啊，一定要到处逛逛，到处转转，因为这座城市太值得逛了。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那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